俄罗斯的囚犯要被打光了，普京还能拉谁来填线？为了维持乌俄战争，特工底牌进出，重伤士兵还没治好就被再次送上前线。摩尔瓦多的德佐居民被盯上，对动员系统的监督也拉到了前所未有的级别。俄罗斯人跑路的渴望直线攀升。然而乌克兰可没有那个心思陪着俄罗斯玩人海战术，首批国产制导航空炸弹已经准备投入实战，无人机持续升级，就连游戏都成了无人机训练场。那么俄罗斯还能拉多少人填线？战场上的差距能被这些人抹平吗？俄罗斯现在最尴尬的地方，不是嘴上喊的有多硬，而是自己揭露的数据都无法掩盖战局带来的难堪。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局长葛斯特夫亲口承认，目前全俄监狱和审前拘留中心里只剩下 28.2 万名囚犯，而在2021年底，这个数字还是 46.5 万。4年多过去，少了 18.3 万人，降幅高达 40%。过去20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监禁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01年的时候，俄监狱里关着106万人，到2013年还有约70万人。在那10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监禁率算下来，差不多是每10万人里就有490人，现在则是每10万人里有209人。总人数从106万降到 46.5 万，再跌到 28.2 万。之前的俄罗斯还在遮掩，把这种现象归因为形势政策人道化。然而开战这么久，葛斯特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军队招募合同兵的工作对这一下降产生了影响。他甚至还透露，目前在监狱工厂里为军方制造物资的囚犯大约还有 1.6 万人，年产军需物资约55亿卢布。等于说，这些囚犯哪怕没被拉去填战壕，也要在流水线上为这场战争服务。其实这个数据趋势从战争爆发开始就在拼命加速。光是2022年9月和10月2个月，俄男子监狱的在押人数就锐减 2.3 万，整个2023年监狱人口又少了超过 5.4 万。最早把囚犯当耗材用的是瓦格纳集团，仅瓦格纳一家就确认招募了至少48366名囚犯。2023年后，俄国防部把这套模式全盘照搬，并且制度化，囚犯签合同上战场，活下来就免罪，前提是能活下来。然而，据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26年2月，至少已有21400名被招募的囚犯已确认阵亡。更近期的独立统计显示，截至2026年3月，志愿者、动员兵和囚犯三者的死亡人数合计占俄军确认阵亡人数的 57%， 其中囚犯死亡人数达到22207人。囚犯兵伤亡惨重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接受的训练跟没有也没什么区别，可能只有几天，然后就被送进风暴 Z 这类部队，而这类部队往往部署在前线，最暴露、伤亡最重的位置。所以监狱人口下降接近 40%， 背后代表的不只是少了多少犯人，而是俄军的打法太过粗糙，太过依赖低成本人命。正常国家打仗会尽量提高士兵生存率，俄罗斯这一套恰好反过来，训练不够人来凑，装备不够人来凑，战术不灵还是人来凑。整个监狱里的囚犯群体就是巨大的炮灰池，俄军需要的时候就来捞一批。然而就现在的趋势来看，这个池子已经快被榨干了。28.2万看起来不算少，但是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审前拘留的在押人员。真的算起来，真正能签合同的囚犯比这个数字少多了，所以特工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其他地方，试图从别的群体里再捞来一点炮灰。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群体出现在了特工面前——监狱系统的执法人员。俄罗斯现在的监狱系统出现了一个很离谱的现象，虽然囚犯在不断减少，但监狱系统人手短缺的问题却在持续加剧。葛斯特夫的副手罗格金在3月的时候就承认，全俄监狱系统里平均 37% 的岗位处于空缺状态，有些地区的中低层人员短缺率接近 70%。为了看起来没那么惨，有些监狱甚至把假人模特架在了烧塔上。2022年以来，因为人手不足，俄罗斯前后关闭了大约90个监狱，将监狱合并管理，这反而导致监狱的管理系统彻底走向混乱。监狱合并管理后，原有监狱的执法人员出于异地工作带来的不便等考虑，选择转岗或离职。为了补上人力缺口，俄罗斯当局不得不宣布取消相关禁令，有前科的人员也可以进入执法系统工作。然而在庞大的工作压力下，管理层对待执法人员甚至比对待囚犯还严厉，工作量也大幅增加，但是执法人员的薪资却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进一步加剧了人手不足的问题。囚犯方面对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敏感，一旦发现执法人员数量不足，而且自身随
随时可以通过签订合同获释，对执法人员的尊重就大大削弱，直接导致囚犯产生骚乱的概率也极大增加，反过来加重了执法人员的工作量。至此，俄罗斯的监狱系统彻底进入死循环，囚犯越少，监狱越空。为了维持运转，只能合并监狱，然后管理就崩了。为了维持管理，把囚犯继续送到前线，反而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又开启新一轮循环。这一系列的混乱之后，俄罗斯的监狱系统走向了一个非常魔幻的结局。执法人员因为岗位薪资低，工作压力大，索性拼一把，也签订合同上前线。监狱里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最后反而成了战友。这还算是招募囚犯兵带来的连锁效应，特工接下来办的事儿明显就是四处压榨，只要哪里还能榨出点人，就把目标放在哪里。他们新看上的是德佐居民，就是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居民。普京签署了一道法令，彻底取消了德佐居民入籍的一切门槛，不需要在俄罗斯住满5年，不需要证明俄语能力，也不需要通过历史、法律等先决考试，甚至连俄罗斯的国境线都不用踏进一步，只要去当地的俄罗斯领事馆交个申请，俄罗斯护照就到手了。哪怕是未成年、孤儿，还有法定的无行为能力者，只要按照俄方要求来，护照也照给不误。听起来像是发福利，实际上熟悉俄罗斯套路的人都知道，这味道太重了。当年在格鲁吉亚和克里米亚等地，俄罗斯也是先发护照，再说那里有俄罗斯公民，最后就把保护俄公民变成出兵的借口。现在德佐居民又被这样处理，结合战场局势来看，应该多了另一层考量，就是要把人往战场送。其实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当地居民更多选择的都是申请摩尔多瓦的护照，因为这样才更安全，至少不用被拉去填线。虽然还有一部分人拿着俄罗斯护照，但莫斯科显然觉得还不够，本国不好再来一次大动员，那就把别国领土上的居民先变成俄罗斯公民，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拿护照和义务说事儿，兵源这不就有了？而在国内，俄罗斯则在持续收紧征兵策略。这几年来，逃避兵役的人不在少数。针对这种情况，俄罗斯总检察院发布了一项新命令，要求各级检察官对整个军事登记周期实施系统性监督。检查对象不仅包括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还扩展到雇主、高等院校和中等教育机构，并且还要增强追捕逃避兵役者的力度。除此之外，还对免疫资格审批单独设置了监督机制。在过去，这类检查几乎不存在。此前，俄罗斯还铺开了电子征兵传票系统，对不服从征召者实施了出境限制和贷款禁令。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本质上就是告诉每一个合适的人，你逃不掉的。堵上征兵的漏洞还不够，在现有的士兵里，俄罗斯也不放过任意一人。谁说受伤了就能走的？谁说重伤员不能上前线的？这不也算兵吗？俄罗斯的一家独立新闻团队发布了最新调查报告，自2022年以来，该团队追踪记录了至少319起俄军重伤士兵在治疗未完成的情况下被强行送回前线的案例，其中218人已经被送回交战区域，其余的人也已列入名单，正准备送回。综合统计来看，超过80%的案例涉及强制遣返，完全不是出自自愿的。这319起不是全部，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绝大多数类似事件根本不会被曝光，要么家属不敢说，要么士兵根本来不及说就已经被打死了。重伤士兵在前线能有多少生存空间？其实早在2025年的时候，俄军已经形成了由重伤士兵组成的突击小组，这些人都没等到完全康复就被提前送回前线，有的甚至还拄着拐杖，所以这种回炉再战的情况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现象。除此之外，那些老兵员自然还得继续发力。2026年，俄军总参谋部设定了一个新目标，至少招募18500名外国公民参军。俄罗斯军事登记和征兵办公室已经在各联邦区对外国男性进行大规模排查，年龄段锁定在18到60岁，一个都不放过。每个地区都有明确配额，必须征召该区外国总人口的0.5%到3.5%。仅仅是这样，莫斯科觉得还不够，所以他们打算把白俄罗斯彻底拖下水。5月18日，白俄罗斯国防部正式宣布，与俄罗斯的联合演习已经启动，导弹部队和航空兵悉数参加，核心科目就是核弹头的投送。这是俄罗斯把最新型针束导弹部署到白俄境内之后，两国第一次搞这类核作战训练。白俄官方的说法还是老一套，不针对第三国，不威胁地区安全。这场核演习的时机十分微妙，就在演习开始前几天，泽连斯基就透露了消息，俄罗斯正在积极推动白俄罗斯参与新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正在评估2种进攻方案，要么从白俄罗斯南部直扑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基辅方向，要么从白俄罗斯北部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动手。
卢卡申科为了给大哥表忠心，也刚刚才宣布启动选择性动员，让军队轮换进行作战准备，试图让白俄军队进入备战常态化。结合这些动向来看，俄罗斯的野心比所谓的征兵更大，他们要的是让白俄罗斯直接参与战争，也就是说，他们要的是白俄的全部军队。那么这场演习很可能就是一个开始。这一套操作下来，如果都能一一落实，乍一看，俄罗斯短期内应该是不缺兵了。但从长期来看，俄罗斯从其中获了利，也要承担带来的反噬，而这种反噬是全方面的。先看德佐居民，如果俄罗斯下一步真的把这些新发护照的人纳入征兵和动员范围，把发护照变成扩充兵员的工具，等于把一个未解决冲突重新推向军事化，这会让摩尔多瓦更加警惕，从而加速向欧盟方向靠拢。在短期内，克宫获得了填线工具，实际上却在葬送自己的国际信誉。德佐的遭遇会成为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只要你的领土上有俄罗斯的护照持有者，莫斯科就能用保护俄公民这个万能借口，把你的主权当成一张废纸。格鲁吉亚、克里米亚、德佐都是前车之鉴。所以在普京签署法令之后，摩尔多瓦总统桑杜加速了外交布局，连着跑了几趟欧洲，为的就是推动入盟进程。再说收紧征兵策略，还有伤兵回炉这两项，看似能堵住征兵环节里的每一个漏洞，把俄罗斯人彻底关进笼子，让他们跟着克宫的口号乖乖登记服兵役，实际上带来的却是反效果。据相关数据分析，自2025年年底以来，在俄罗斯国内搜索怎么离开俄罗斯的次数再一次飙升。2023年1月是离开俄罗斯这个主题热度最高的时候，俄罗斯人移民兴趣达到顶峰。如果以这个时间的热度为参考，将其当做100分的话，在2026年1月的时候，热度指数跳到了75分，到了3月直接干到了88分，已经逼近历史上的逃难峰值。这是2022年动员以来这项指标首次上升，引起这波热潮的导火索是俄罗斯进行了大规模断网。如果克宫为了维持战争彻底盯死征兵流程，哪怕没有进行新一轮动员，也可以预料到这个指标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且平心而论，就算真的让克宫如了愿，靠着这些操作征到了兵，难道就能挽回俄军在战场上的颓势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毫无可能。这些征兵操作每补一个人，都在系统性的拉低俄军的整体战斗力。因为军队不是回收站，不是把囚犯、伤兵、外国劳工还有德佐居民这些人全都往一个锅里一倒，就能自动变成钢铁洪流。恰恰相反，这种拼凑出来的部队最容易出现3个问题：训练不统一、士气不稳定、指挥成本极高。他们不可能天然拥有高水平协同，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俄军骨干。俄军也不会在这群人身上投入过多的训练精力，结果大概率还是老套路，先进行短期训练，然后送进高风险区域。这和囚犯兵没有本质区别，炮灰还是炮灰，只是换了来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目标，俄罗斯的指挥系统会变得更加依赖威胁等手段来鞭策士兵完成任务。因为正常的高质量部队可以靠专业指挥运转，但是这些拼凑起来的军队，一来人心不齐，二来未必能听懂指挥，所以必须依靠威胁、处罚等手段把人往最前线送。而伤兵的回炉对士气的打击最为严重，一个连身体都没恢复的人被重新推上战场，只会变成负担，需要别人照顾，拖慢小队行动，降低突击效率，还会让周围士兵彻底寒心，因为所有人都会看见，今天他是拄着拐杖被送回去，明天就可能轮到自己，这对军心的破坏比乌克兰实打实的打击还狠。所以俄罗斯这波操作实际上就是在自掘坟墓，越是疯狂拉人填线，不拿人当人看，战斗力就越差，战斗力越差就越需要用更多的人命来填，越填死的就越多，愿意来的人越少。可以这样说，现在整个俄军都是在强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乌克兰，乌克兰走了另一条路，人不够多，傻子才陪你们玩人海战术，我们要搞的是技术。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才宣布了重量级消息，乌克兰首枚国产制导航空炸弹完成了全部测试，已经正式列装，即将投入战斗。国防部已经进行了首批采购，目前乌克兰飞行员正在进行相关作战训练。这款炸弹由贝维国防科技集群旗下的 DG 工业开发，历时17个月，可以携带250公斤弹头，射程能达到数十公里。最重要的是，这不是简单的美欧或者苏联的复制品，而是乌克兰基于战场经验自己研发设计的制导空中炸弹，也被称为精确制导弹药或滑翔炸弹。从2023年起，俄军开始大规模部署这种弹药，并且很快成为俄罗斯的主要武器。拿 FAB 系列来说，就是给苏联时代的无制导弹药套上一套廉价的 UMPK 滑翔和制导套件，从己方领空投出去，让炸弹自己滑向目标，飞行距离可达60到70公里。这个东西威力不小，但乌克兰一直没有相应的国产武器应对这一威胁。
虽然美国给了 GDAM-1R， 但是数量极其有限，用完就没了。现在乌克兰自己造出来了，而且成本远低于巡航导弹，也没有使用限制。到了乌克兰擅长的无人机领域，那更要俄罗斯的命了。亲俄的军事博主疯狂发出预警，乌军开始大量使用搭载了人工智能的无人机，人的面部轮廓和相应的热成像特征都被写入了无人机大脑，而且具备自动瞄准迹象。让俄罗斯如此恐惧的不仅是这项技术本身，还有绝对的技术代差。美国权威智库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4月就发报告指出，乌克兰不仅已经极有可能在实战中部署了完全自主的无人作战系统，还正在向单兵控制数十架蜂群无人机的作战模式加速进化。这种速度，俄罗斯怎么都追不上。更让克工绝望的是，乌克兰不仅在技术研发上下足了本钱，连训练无人机操作员的方式都在进行创新，甚至把电子游戏都改造成了军事训练工具。乌克兰的一家无人机培训中心已经完成了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工程，把 GTA5 改造成了一套定制的 FPV 无人机作战模拟器，项目代号是搜寻与摧毁。在这套系统里，操作员可以直接使用真实的无人机遥控器上手，在 GTA5 开放世界的城市街景中进行练习。据培训中心介绍，改造后的物理引擎能真实还原机动操控、速度控制、空间定位以及城市地形导航等全要素飞行感觉。学员反馈也说，与实际飞 FPV 几乎一模一样。更重要的是训练场景，模拟器内置了实战型的作战任务，操作员必须在密集的民用车流中精确识别并辨识出藏匿的敌军车辆，然后实施模拟打击。这套 GTA 系统的背后是一整套从易到难、从游戏到真实战场的完整培训体系。乌克兰的无人机培训流程非常清晰，第一阶段先上民用模拟器练基础飞行手感，第二阶段转入专业军事模拟器，接受高仿真战斗训练。GTA 环境作为补充训练平台，衔接2个阶段，让学员利用主客间隙加练。乌克兰国防部也强调，这种游戏化训练不能完全取代正式训练，但可以作为极好的放松和额外的练习方式。这种训练方式的诞生，也证明了乌克兰现在的军事创新文化背后其实是一种极致的灵活性。每一款可用工具，每一个创意想法，不管是什么，大胆尝试，只要能为战场服务，只要被验证可行，就被迅速整合进体系，然后量产、实装、投入实战。这场仗打到现在，其实早就不看人数多少了。现代战争靠的是技术，不是堆人头。如果俄罗斯还沉浸在人海战术之中无法自拔，那么他们的结局也只有一个，就是输。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还能拉来多少人填线？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